真哭了。这3皇女卖我换粮我认，可他居然把我的卖身粮全给王寡妇填了窟窿。娘，我走了，你和小虎可怎么办呀？娘就是啃草根，我也不会卖我的闺女。娘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？为了个寡妇卖你的亲妹妹，这请你给我听好了，想动慧兰，除非娘死了。吵死了！你谁呀？别打扰我做美梦。造孽呀！家门不幸，家里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孽障？我的黑丝，我的长腿，我的软玉温香，怎么变成破胡子了？不行，我得再睡会儿。娘，大哥是不是中邪了？中风也没有用。这他妈不是做梦，我穿越了，穿越成了一个打娘、卖妹、舔寡妇的畜生。老天爷，你这不玩我呢吗？娘，我不卖慧兰，我这就去找那王寡妇，把卖身去要回来。我这就去，哎，这袁崇几天没吃饭了。别人穿越当皇子做神医，我倒好，灾年人渣舔寡妇。老天，你真下血本整我！不行，再不吃真要饿死。恭喜宿主震惊系统激活，亲手礼包发放，震惊值加10。震惊系统，老子这是开挂了。新手礼包已发放，震惊值加10。震惊值加10，能换饭吃。哇，这系统商城只要震惊值到位，啥都能买。问题是，怎么搞到这震惊值啊？让人震惊一次得10点积分，震惊人数与次数越多，震惊值越高。只要我干得够离谱，惊得他们合不拢嘴，我就能获得震惊值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试试这系统的效果。娘，你们放心，今天我不仅填饱你们的肚子，我还让你们吃到肉。等我啊！娘，阿姐，大哥说今天有肉吃，是真的吗？这年头草根都被挖没了，别说肉了，他今天把野菜挖回来，我明天就给王寡妇走。他心里只有王寡妇，还管得了咱们的死活？系统，打开商城，我要兑换。当前震惊值不足，仅可兑换1狩猎技能，2 5斤大米。5斤大米够吃5天了，可是只有米没有菜，这怎么吃啊？狩猎技能，这山光秃秃的，连只麻雀都没有，换了有什么用啊？狩猎技能附赠猎物追踪功能。猎物追踪，行，赌一把，就换你了。哎，不是，说好的猎物追踪呢？你骗我！我30米外有只野兔，这也行。嘿嘿。2只肥兔，够全家吃顿好的了。
正好能试试系统，吓他们一跳，看看能给我多少震惊值。哎呦，这山里的树皮都啃秃了，你哪来的兔子呀？哟，这飞劲儿，哎，不像是打的呀，你偷的吧？后山猎的。宿主震惊村民2位，震惊值加20。这就获得20震惊值了。就你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，还猎的，说给鬼听啊，都嫌脏耳朵。连亲妹子都卖去舔寡妇，当全村人眼瞎呢。你这卖兔肉的钱是卖亲妹子得的吧？黄寡妇倒是能吃肉了，可真孝顺。呸！赵婶儿啊，一把屎一把尿养大你，养出个白眼狼来。这原主坏名声够响，正好我稍微一变，就惊得他们合不拢嘴。嘿嘿。呀，被骂成这样还能笑得出来啊？真是没脸没皮。信不信随你们。我赶着回家，给我妹、我妈、我弟做饭吃。赵婶这辈子要是能吃上1顿这白眼狼做的饭，那祖坟呐都得冒青烟。就是，可惜了，她没那个福。不用想，肯定是给王寡妇炖肉去。娘，慧兰，小伙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兔子！恭喜宿主获得震惊值30积分。兔子，阿姐，大哥真的把肉带回来了。赵琪，你把卖我的银子拿来给王寡妇买肉吃，你现在还跑回来恶心我们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原主以前干了多少混蛋事，才让家人如此失望？儿啊，娘给你求的观音土啊，快吃点，不饿就好。哎，娘，这不能吃啊，这会死人的。要不是你之前干的那些畜生事，我们至于吃土保命吗？赵琪，你要是还有点人性，你就拿着你的兔子给我滚！大哥，别卖了，阿姐，王寡妇想吃肉，就割我的肉给她吃，行不行？可不卖你阿姐，这兔子是打来给你们吃的。真的？不是用阿姐换的。当然是真的，从今往后，哥保护你们。娘，之前是儿子不对，是儿子混蛋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们饿肚子了。以后咱们天天吃肉。地缝都快裂开了，能有野草吃就已经烧高香了。你要真想对我们好，你就把兔子换20斤糙米，这样我们家人的日子还能活得时间长一点。有了20斤粮，我一死，够娘和小虎撑几个月。只要撑到朝廷赈灾粮一到，他们就再也不会饿肚子。糙米？咱不吃糙米，吃这个。这是白米啊！是白米！娘，兔肉配白米，啥味儿啊？儿啊，娘活这么大岁数，娘也没有吃过。还好刚才进屋前用震惊值换了10斤白米。啊，我这就会给你们做啊！你们等我啊，等我啊，很快。阿姐，娘，大哥好像真的转性了哎。原主太冷了，随便露一手，大家都很震惊。这震惊值赚的也太轻松了。阿姐，娘，大哥居然会做饭，他真的变了。红烧兔丁来喽！吃啊吃啊！这大米饭配兔肉，太浪费了吧？这一碗米够咱们家喝粥喝好几个月了。浪费？这菜哪到哪？这以后就是咱们家
1日3餐最低的标准了。快吃，快吃！哥，这白饭和兔肉真能吃吗？当然了，张嘴。啊，好吃吗？简直太香了！阿杰，你掐我一下，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啊！疼！我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的。哎，娘，慧兰，你们也快吃。娘吃，哎，娘吃肉。香香。难道赵琪真的转了性？吃。哟，慧兰妹子，这明儿个要被卖到窑子了，还有心思溜弟弟呢。怪不得吃的是白饭配肉。赵琪，那个天杀的，还我海盗你转性，竟然是将我卖窑子。赵琪，那个天杀的，还我海盗你转性，竟然是将我卖窑子。哟，你哥拿卖你的银饺子，闷声不响的抱回俩兔崽子，问呢说倒是给你们添肉菜，这瞎话编的，连棺材本都压不住。那俩兔崽子呀，恐怕早就进了王寡妇的肚膛了。赵琪舍得给你们吃啊？除非明儿公鸡下蛋，骡子长角。你们休要胡说！兔子就是大哥买来给我们吃的。这小崽子还帮赵琪说话呢。慧兰丫头啊，听婶子掏心窝子的话，你家这个赵府啊，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还不是趁早卖了，换班带粮，也不至于你走了，你娘呀饿死。再飞一句，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了喂狗？赵琪卖我，好歹能换2只兔子，不像某些人，倒贴都没人要。我看2位婶子饿得眼睛发绿，不如敞开去厕沟躺着，或许还能讨碗馊稀汤喝。哎，你天生的贱胚子，把我们当摇姐编排了！有本事你拿出兔肉来呀！喏，这就是大哥打的兔子皮。哟，这真是兔皮呀！赵琪真打兔肉给你们娘仨吃啊？眼珠子被粪糊了，看不到上面还淌着血。小虎，咱们走，咱们去拿兔皮换粮吃。不理这俩人。走。呸！哼，早晚撕了你这个贱人的嘴！看明天窑子的人来领你走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吃饱饭的感觉爽。系统，帮我查查，我还有多少震惊值？积分余额40。等等，你这数学有问题啊！这怎么可能40？我给你算算啊，这周春梅他们贡献了20，我进门又30，做顿饭又30，就算你那10斤米，我是拿20积分换的，我现在手里怎么也得50积分。每人每日贡献震惊值上限10点。你还有 bug 你打开商城。这山羊野猪，我可以说是从山里打的。这烹饪魔戒是个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投入食材，秒变美食。这是妥妥的荒年生存神器啊！买。嘿，睡觉，明天让我好好试试。睡觉。这兔子肉也吃没了，总不能又喝小米粥吧？系统，打开商城，还剩10点震惊值。野鸡，他们肯定没喝过鸡汤，
就他了。嘿嘿。难道我跟这魔戒心有灵犀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除神外挂？哇，鸡汤！阿姐娘，我从来都没喝过鸡汤。鸡哪来的？鸡，山里打的呗，不然还能是天上掉下来的？你什么眼神看我？大哥真的变了，还知道关心我们的嘞。儿啊，这真的不是用你阿妹换来的鸡汤？哎呀，不是，哎，那真不是。你们放心，大胆的喝啊，尝尝。恭喜宿主获得震惊值30，真给力，又获得30震惊值，待会儿去商场买头羊回来，中午就吃烤全羊。小伙，别说是鸡汤了，信不信中午大哥让你吃上烤全羊？羊肉？哎，大哥，你真的对我太好了。昨日是野兔配米粉，今日是喝鸡汤。如若不是做了阿萨什，我大哥身无分文，这荒年哪能得这么多好吃的？赵琪，年景黄成这样，整只羊值100两雪花银，就算把我卖进窑子，也凑不足这个数。啊去，什么窑子？小妹，你放心，那王寡妇今天要是敢来，我非废了她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打烊，我很快，等我啊。走。果然，为了骗我，什么谎都敢撒。算了，荒年能让这老小吃2顿荤腥，我这条命折了也值了。今日就是死，也休想逼我踏入昌门。刚获得了30震惊值，我买头羊，我就说是自己打的。系统，打开商场，兑换山羊。哎，这小羊羔看着就好吃，可以吃烤全羊啊！不好了，大哥，不好了！大哥，不好了！王寡妇大人来抢阿姐了！大哥，不好了！王寡妇大人来抢阿姐了！大哥，不好了！王寡妇大人来抢阿姐了！什么？走，回家！一脸为常，我就算死，我也不会跟你们走。王寡妇，钱你收了，误了时辰，我要3倍赔偿。娘，我赔，我求你放过我的女儿。赔？你这把老骨头，你拿什么赔？你可别忘了，娘儿赵琪把家底全送给我了，你这副老骨头能值几个铜板？现在可是荒年，贱命不如狗。娘，我们家是没有钱，可我儿子说了，今天一定能猎头山羊回来，我们拿羊肉赎买生气。娘，你怎么还信这个人啊？山上的草根早就被人挖了吃了，他今天上山补羊，就是为了找个理由躲得远远的。娘，是，你别说赵琪补不来羊，他就算是补来了，那也得先送到我家去。你们一家别做白日梦了，还给我愣着干什么？上前把这个丫头给我拽走！娘，女儿不行，女儿下辈子再来相见你。不，都给我住手！
打了头山羊回来啊？小虎，儿子，娘，回来了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哥。真是只羊，这么大一只，不得110斤啊！这个年头，要是能让我吃上羊肉，让我死我也愿意。哎呦，这吃半只留半只，还剩几10两白银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王寡妇，这羊是我儿子打来的。儿啊，赶紧把羊卖了，把你妹妹赎回来。赎身？你这把老骨头算个什么东西？这羊是你儿子打的没错，可你别忘了，你儿子的心都是我的，都不用我开口，你儿子就会把整只羊送给我。赵琪呀，对你来说就像一条听话的狗，你让它往东，它不敢往西。这只羊呀，当然是你的。听到没有？赵琪为了娶我，可是什么都愿意做，这可是全村人都知道的。别以为给你们口吐肉就那么飘了，这赵琪心里啊，王寡妇永远是第一位。赵琪，你居然背着我偷偷给他们吐肉！哼！行，那看在这头羊的份上，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你现在立马把这头羊送进我家去，今天晚上咱俩就洞房。你还不计较？谁给你的脸？你看上的不就是我这张脸吗？放心，今天晚上我让你亲个够。王寡妇啊，这么大一只羊，你一个人能吃完吗？分我口羊汤呗。是啊，是啊，都让你们结过婚亲了，给我们分点呗。对呀，吃啊，给我们分点呗。哎呀，这个喝汤多没意思啊！大家伙都听好了，今天谁把这个贱蹄子给我绑起来，送进窑子里去，我请大家大口吃肉。大口吃肉。赵琪，你真的要跟他们把我绑走吗？哥，你不是说过要保护我们一家的吗？护你们，赵琪，要不还是你亲自上，你亲自动手，他们不敢拦你。好啊，好啊。快上，早点结束，我好早点伺候你。伺候你妹！一个死了男人的臭寡妇，谁给你的胆子污蔑我的家人？污蔑我家人！哎呀，这竟然上手了！恭喜宿主震惊10人，余额125。这就125积分了，发财了！赵琪，你现在竟然敢为了你家里人动手打我，你反了天了！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现在乖乖把你妹妹送进窑子里去，我看在那头羊的份上不跟你计较；要么你以后别想再见到我。赵琪，还磨叽什么？赶紧把你妹妹绑起来！王寡妇呀，动真格的了。以前我一生气，他就屁颠的求我，今天让我丢脸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站住！让你走了吗？果然还是放不下我。既然知道错了，那就跪下来，乖乖的向我赔礼道歉，否则再也别想见到我。猪婆蹬鼻子上脸是吧？滚之前把我妹的卖身契还我。娘，阿姐，瞧见了没？大哥真的变了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赵琪这个废物竟然打了王寡妇。这灾年全仗赵琪过活，如今他对我态度大变。既如此，那这只羊必须归我。赵琪，你妹妹的卖身契在此，想要拿到它，你拿整只羊来换。贱人，既得了爷60斤粮，今日不把人带走，3倍来偿。不过几斗糙米，再养与你5斤肉，顶了！你当爷是叫花子呀？你白得1只羊就分我5斤，羊的话，老子要半山。少半山，总好过全赔。便宜你，半山拿去。来人，宰羊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
怎么，你不想要你妹妹的卖身契了？今天，这羊你们牵不走，我妹妹你们更带不走。我们这么多人在此，难道你还想抢着卖身契不成？既然你们敢抢，我为什么不？乡亲们，谁要是把他手里的卖身契抢过来，还给我，这羊肉大家伙一起分。走。乡亲们，谁要是把他手里的卖身契抢过来，还给我，这羊肉大家伙一起分。出抢！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这些刁民，干啥？别傻了，赵琦跟王寡妇穿一条裤子，这动手连汤都喝不上，让他们先咬，正好少几双筷子分肉。还是你精，拿来吧你！抢到了！庶子，你敢回老子的气数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拿了你的东西，你去找谁。我错了，赵琦！贱人，3日凑不齐3倍粮，老子拿你骨头抵债！赵琦，我错了。季南他真的会杀了我的，只要你肯救我，我现在就依了你，我现在就给你。赵琦，脱光了，老子都嫌恶心。给这娼妇家带话：3日不见100斤粟米，乱葬岗收尸，带走。赵琦！乡亲们，抬羔羊，找李正，咱们分羊肉。赵下郎，仁义啊！哎呀，走。哥，这3年，活羊堪比黄金，我不该为了我。傻妹子，你是我妹，羊怎么能跟你比呢？之前的事，是哥对不起你，以后不会了。咱们也去找李正，分羊肉。晚上我给你们做烤羊排。好耶！有羊肉吃了，好耶！哎呀，李正还磨叽啥呀？快分肉啊！这嘴巴呀都馋疯了。羊是赵琦打的，怎么分他说了算。我们再等等他。等啥？这赵琦说了，这只羊我们全村人分了，根本没他的份儿啊！我们还帮他抢回卖身契呢！哼，这口肉他要是敢动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哟，这会儿记得出过力了呀！刚才抢契那会儿，你们俩跑得比狗都快啊！这会儿倒来劲儿了。放屁！刚才我们没冲上去，是给你们机会表现。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啊，谁上还不都一样啊？这一头羊都肥得流油，你们想独吞？吃不死你们呀！都闭嘴！赵琦来了。今天多谢诸位村民出手，要不是你们，我妹妹可能就被王寡妇拖走了。这羊人人有份，快分了吧！过年喽！好啊！过年喽！过年了！我就说早就该分了，非得等他来，他来了又能咋？我就想知道，这一人能分几斤？哎呦，这羊膻味飘得我腿都发软。哎呦喂！李正，这羊呢，大家人人有份，除了周春梅和李秀芳，他们2个想吃肉，找王寡妇要去。没错，谁让你们巴结王寡妇啊？这回翻车喽！赵琦，你个白眼狼！我和李婶这么帮你家啊，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！帮我？你们俩这张臭嘴，天天诋毁我们家，这叫帮我？前2天把我妹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这叫帮我？这羊，我是感谢恩人们用的，你们2个算什么东西？就是啊，他们算什么东西？不要脸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一个村子还成亲属眼镜了！哎呦喂呀！赵琦，你说这头羊是还村民人情的啊？不给我们吃，嘿，
别想薅半根羊毛！要想吃肉，除非分我们一份。哎，凭什么我们不吃肉啊？等着瞧吧，这羊这么肥，他们赵家能舍得不要？现在可是灾年，这肉呀比金子还金贵。哼，只要他们分肉，就少不了我们那一份。哎，好，我赵七把话放在这儿，这头羊我们赵家一口不吃。哥，你怎么能为了那2个臭不要脸的老东西，咱连一口肉都不吃？现在倒好，你打的羊，全村都吃上了羊肉，咱们家连口汤都捞不上。兰儿，别说了，你哥也是为了救你才……是啊，阿姐，只要哥没事儿，我们不吃也没事儿。谁说咱们家不吃肉了？我说了让你们吃，就一定让你们吃的。哎，你去厨房看看，那里面是什么？恭喜宿主，全村人吃到你分的羊肉，震惊全村130人，获得震惊值1300积分。这就1410积分，发财喽！娘，阿姐，快来呀！吃肉，好大一堆肉！娘，哎呦，走。幸好回来时在商城兑了一只羊，用魔戒烤了。哎呀，烤全羊，我也想了很久了。坐。哥，咱不是没分到，是哪来的肉啊？其实吧，我在山上一共猎了2头羊，这一头分给了村里，另外一头就给你们烤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烤全羊啊！哥，这一整只羊能换100两银子，换成粮食，够咱们家吃1年都绰绰有余。就这么烤了，会不会有点太浪费了？慧兰呐，你少操点心嘛！哎呀，来，哇！你们今天就敞开肚皮使劲吃，剩下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吃吧。这场羊肉是进家人肚子，总比以前哥全给王寡妇强。全村都像过年似的吃羊肉，就咱俩在这啃窝头，还不是你多嘴，连口汤都喝不上。哼，谁知道赵齐家居然真的一口肉都不吃。嗯，这味儿是肉，这赵齐家在吃肉。好啊，赵七，你跟李正合谋坑人，我们家连一口肉都没见着，你们一家却在这偷吃的起劲儿啊！你们一桌子羊肉吃得满嘴流油，怎么不撑死你们？闭嘴！这是我哥新猎的，跟村里贩的那只没有半点关系。哎呀，你们骗鬼呢！赵七能打一头羊，那都算是走运了，你还吹还能打2头？哎，你当我们当傻呀？来呀！大家快来看呐！赵七想偷人啊！一桌子全人啊！田里何子就是！你们看，这么多啊！我们家才分1斤，凭啥赵七分这么多呀？就是我们家的肉都是炼过油才敢吃，他们家这是过年呀，还是登基呀？赵齐这个白眼狼啊！村里人叫他妹，他倒好，大门一关啊，大口吃肉，他这是报恩呢啊！
这是报恩吗？这是把我们当傻子耍呢！吵什么？李正，你可要主持公道！哎，赵琦家私自藏羊肉，证据可摆这儿呢。全村人就我们没分上肉啊！今天不给个说法，这事儿真没完。够了，分肉的时候是我亲自登记，赵琦1两都没有沾。那他满桌子的肉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他能练2头羊，你是啊？他这肉是哪来的呀？他能练那么多羊？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，这是不是一张完整的羊皮？啊！赵琦真的打了2头羊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绝对不可能！赵琦那个废物，哪来的本事练2头羊？够了！人家凭真本事自己打的猎物，吃自己的肉，天经地义，哪里来的偷？哼，就算是他自己打的啊，凭什么他自己吃1头，一点都不给我？凭什么分给你？周春梅，我问你，如果你家猎到食物，你可会分我1口？你，诸位父老乡亲，我赵琦看在我们是同乡的份上，我分了你们整整1头羊。可是你们呢？非但不知道感恩，还跑到我家撒泼构陷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分你1口食物。想吃，自己上山猎。赵琦是我们村的福星，你们2个疯婆子再敢嚼1句舌根，我第1个撕烂你们的嘴！来人，把这2个疯婆子给我拉出去！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你个没良心的呀！怎么你？这就不打扰你们吃饭了，我就走了。娘，慧兰，小伙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能再欺负你们。坐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哎呦，这让我老太婆怎么活呀？儿啊，你得想办法救救你阿妹呀！娘，你放心，赵琦他跑不掉，这100斤粟米他必须给。可赵琦现在连看你阿妹一眼都不看，他早就变心了，他哪还会淘米呀？娘，你忘了，赵琦爱阿妹，全村谁不知道？我要是放话出去，说阿妹被他睡了，别说100斤粟米，他家的肉也是咱们的。以前连窝窝头都吃不上，如今荒年，全村人都在饿着肚子呀，咱家竟还能大口的吃肉，娘就像做梦一样。大哥，明天还能吃到肉吗？小虎，你别瞎说，大哥今天是运气好，哪能天天打到猎物？哥问你想不想吃红烧肉？红烧肉是啥？等晚上哥弄一头野猪，就告诉你红烧肉是啥。娘，阿姐，听到了没？哥说晚上吃红烧肉。大哥，别哄小孩子了，现在山里连个兔子都没有，哪有野猪？家里还有几斤白米，你只要不去帮王寡妇家，白米熬成稀饭，还是能撑上一段日子的。帮不了一点。慧兰，你放心啊，哥经过那次事件之后，已经清醒了，已经痛改前非了。别说是再帮王家，我要让之前他们吃进去的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。
积分破千，应该能解锁高级商城，得找顾客试试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猎头野猪回来。走了。系统，以我现在的震惊值，是否能开启高级商城？宿主，当前震惊值1410，升级高级商城需要耗费500积分，是否确认？升个级你要我500，你也太黑了吧！算了，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。灾区施粥一次，至少需消耗500震惊值，是否选择施粥？不是，我花500，你就给我个施粥链接是吧？为赈济灾民，每施粥一次可获得1次抽奖机会，累计施粥5次，自动解锁神秘大礼包。抽奖加大礼包，也还不错。哎，对了，系统，那我现在还能用初级商城买东西吗？当然可以，宿主现在升级为高级商城，可以任意切换商城属性。那还等什么？给我来一头野猪！我你们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谢谢公子救了我。你受伤了？刚刚跑的时候崴到脚了。我帮你看看。你别担心，我就是看看他伤得重不重。你好像骨折了，我帮你正骨。还好在系统狩猎技能里带了点医术，忍着点啊。好了。你的伤虽然好了，但是总要好久才能消。你家在哪儿？要不我背你下山？我和兄长上山打猎，被野猪冲散，他应该快找来了。好，那我先扶你坐会儿。来，慢点。放开我妹妹！兄长别冲动，是他救了我。他这小身板，不被野猪伤着就不错了。兄长，我真的没骗你，如果不是他，我早就命丧猪口了。这野猪皮糙肉厚，力大无穷，他怎么可能？这野猪少说得有200斤重，他竟然能随手就拎起来。行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好心提醒你们，这晚上可能有熊瞎子。这位公子，这头野猪能不能留给我们？兄长，他刚刚才救过我。四师傅明摆着是包庇3大粮商，这粮价天天翻着往上涨，就算舅舅是县令，也斗不过他们。可你要野猪，这头野猪能从3大粮商手中换1日赈灾粮，如果我们再带不回去，恐怕明天一早这城外就要多几百具尸体。你们
要抢我的猪？你们要抢我的猪？不敢不敢。这位公子，这是我们家的家传玉佩，只希望能换些猪肉救命。兄长，这位公子刚刚才救过我，荒年大家都难，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法子。兄妹俩倒还算实诚，商城换的那头猪还在，我倒是不缺吃的。既然他俩也是为了救灾民，那就成全他们吧。行，这野猪归你们了。你真的肯给我们？给你们。哼，算是卖的，走了。哎，公子，敢问尊姓大名？赵启，我回来了。哥，看看这是什么？阿姐，娘，大哥真的把野猪拎回来了。娘，儿啊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儿，这猪是我刨地猎的。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红烧肉。我儿长本事了。娘，红烧肉啥味儿的？娘也没吃过。哟，来的正巧，听说你会打猎，没想到打头野猪，今晚我们有口福了。今晚我们有口福了。原主以前为了王寡妇，没少讨好这对母子，不惜喊这个老夫人娘，真是瞎了眼。王贵，你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勉强是吧？你哥害我妹子被济南的人掳走，要么赔我们300斤粟米，要么把这头野猪赔给我。你要不要脸？100斤硬说成300斤，占我家便宜不够是吧？告诉你，今儿别说300斤了，3厘米都没有。这可由不得你们，动手！想抢我的猪，问过我的贱没？赵琪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把肉给我，不然我让你在村子混不下去。哦，那你就说说怎么个混不下法？赵琪，你睡了我妹子，你还要赖账吗？睡他妹！原主连王寡妇的手都没摸过。儿啊，当真？娘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这事我来解决。你说我睡了你妹，证据呢？时间、地点、证人，少一个就撕了你的嘴。3月18拆房丑时，我瞧得真真，我孙秀英也不会拿着亲闺女的身子泼脏水。你说我睡了她，那算时间，现在应该显怀了吧？那你还真是够贱的。你说我睡了她，那算时间，现在应该显怀了吧？走，我们叫上赵婆子，找济南去验她的身子。那去不得，去不得呀，不能去。这去不得。怎么怕了？你们不是想吃猪肉吗？好啊，如果王寡妇真的怀了，这头猪送给你们，并且你们欠济南那100斤粟米，我帮你们还。娘，这赵琪真的变了，以前几句话就哄得转，现在就变了个人。是你这个不孝子，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。孩子，你以前不是挺孝顺娘的吗？怎么今天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也配当我娘？再乱攀亲戚，信不信我射穿你们的心肝肺？走，等等！娘，我以为赵琪真的变了，原来是唬人的。听说他猎了2头羊，一头给村里分了出去，还有这个猪，咱们都拿走。娘，我大哥这会儿不会犯浑了吧？赵琪，你不给我猪羊，你瞧我阴簪做甚？你的簪子，看好，这是我爹当年送给我娘的定情信物。之前我傻，你喜欢，我就偷出来给你。
现在该还给我。你好，破簪子还你！赶紧把猪羊拿过来！还惦记着我的猪跟羊呢？实不相瞒，羊，昨天我们家一顿没吃了，猪就在这儿，你也拿不走。你们一家人吃掉一整只羊！哎呀，造孽呀你们啊！你少在这叫我！我告诉你，这些年你欠我的，一点一点给我还回来，不然你想怎样？你送出去的东西还想要回来？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的弩箭就是理，还还是不还？哎呦，给，全都给你！娘，我们全家家底都在这儿了。娘，都给他，咱吃啥呀？拿什么救妹妹啊？哎呦，他自己造的孽，怪得了谁呀？哎呦！就这几个铜板，你想打发我？你不行，这是我们老王家的传家宝，你不能拿走。这些铜板和玉佩，就算这些年你们薅我血汗钱的补偿，还不滚？信不信我真把你们当成活靶子射？赵姐真疯了，走吧，他们真会杀人的，走啊！娘，这是当年我爹送给你的。他爹，你看到了吧？咱们的儿子有出息了。王家想占咱们家便宜，结果赔个精光，活该。这玉佩应该能值不少钱。娘，我看咱们家米缸空了，正好明天我进城把米缸填满。你说了算，娘就全听你的。哥打跑了坏人，比书里的将军还厉害。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？去，带你娘和阿姐进屋，一会儿啊，咱们吃红烧肉。好，走了。恭喜宿主震惊4人，获得震惊值40积分。宿主震惊值加40，当前积分余额930，还剩930积分。那既然如此，那明日我就在县城使用，正好看看这系统能抽到什么奖励。哇，这么多代米，今日这波震惊值要爆表了。白米粥，真是菩萨显灵了呀！慢点，3年了，没见过1粒米呀！这一口就是让我去死都值了呀！哎呀！这大家别这样，快起来啊！快起！你们要实在想谢我，就去别处把别处的灾民也叫到这儿来，告诉他们，今天这粥我这儿管饱。谢谢赵公子。来，舅舅，这姓吴的真不是个东西。我们拿那么大一头野猪跟他换，他就给我们这些清汤水。舅舅，我去找那姓吴的算账去。站住！你去有什么用？粮食在人家手里，你难道还要抢不成？如今县衙能卖的东西全卖了，朝廷的阵营至今没有影子。再这样下去，
不出3日，会有大批的灾民饿死。明日我跟兄长再上山，定能再猎一头野猪。东街是100米粥，稠的能力筷子，真的，真的，你们看，快，这么稠，走，能立住筷子的白米粥。恩人，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活菩萨呀！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，救命之恩，恩人千岁，这就是灾民，1碗清粥就能让人放下尊严。大家都起来吧，你们放心，只要我赵齐有一口吃的，也不会让大家挨饿。今天这粥，我管定了。苍天有眼呐，我们有救了！赵公子就是活菩萨呀！赵公子就是活菩萨，谢谢赵公子，谢谢赵公子，谢谢赵公子，大家快起来吧，快来打粥，别跪了，快！起！好，既然你们都不愿意起，那我就陪你们一起跪。使不得！原来让灾民吃上100米的人是恩公。大家都起来吧！啊，起来！来，快起！恩公，真的是你。薛小姐，你也别叫我恩公了，叫我赵齐就行。那我就叫你赵公子吧，你也别叫我薛小姐了，你叫我金初就好。姐姐，此位公子你认识？不止我认识，兄长也认识。前日送的野猪便是这位赵公子赠的。赵公子2次施恩，送猪祭粥，本官无以为报，请受一拜。县令大人，你这是折煞我了。赵公子这善举令本官实在佩服。若是这粥再熬稀些，或许能多救几百条人命啊！你说什么？粥再熬稀一些？那他们该怎么填饱肚子？你作为父母官，就这么对待灾民的？再稀些如何填饱肚子？你作为父母官，就这么对待灾民的？恩公，你误会了，舅舅已经把府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当了。可是灾民越聚越多，粮商也趁机涨价。昨日送出的那只野猪，也仅仅为灾民换了一顿稀粥。舅舅只是想让更多的灾民活下去而已。这么多灾民，那朝廷呢？朝廷不管吗？要是管，3年前就管了。如今连赈灾的银子都不见踪影。这么说，朝廷也没粮了。是啊，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能扛过这场灾情。扛？不用扛，有我赵齐在，不用扛。我的意思是，从今往后，这灾民的粥，我赵齐管了。城中大概有多少灾民？1万余人，而且每天还在不断增长。1万人，每天至少要30个粥补。我只要走一圈，镇京值直接爆表，这波起飞了。好，太好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从今天开始，这城里所有的灾民，我养了。赵公子，城中灾民1万，光每日施粥就要上千斤粟米。您莫非不是在拿本官开玩笑吧？县令大人误会了，你若是不信，这1000斤米我立马送到。只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。世上哪有人平白救灾？可只要他真能保住1万条命，就是让我赔命，我也是领。好，只要本官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那就是我每日会去粥棚视察，我去的时候，麻烦大人告诉百姓，这粥
是我赵齐使的。原来是富家公子想博取一个好名声啊！别说公子想要个好名声，如果能救这城中灾民，就算本官这乌纱帽你要拿去便是。你那破帽子，老子还看不上。我要的是震惊值。我对当官不感兴趣。走吧，跟我去拿米。赵公子，你是说现在就去拿白米？赵公子，你是说现在就去拿白米？对啊，1万个灾民，1000斤米就够了。走。林川，记住，他说1000斤白米。舅舅，我相信赵公子的为人，他不会骗我们的。锦初，你对他倾心为兄不是不知，只是这1000斤白米又岂是儿戏呢？横竖无路，就冲赵公子今日施粥善举，去看看也无妨。走。系统，我现在有多少震惊值？宿主施粥1次，震惊灾民300人，获得震惊值3000点。3000多了，兑换大米1000斤。当前震惊值3430，兑换1000斤白米，需消费震惊值2000，是否兑换？兑换。兑换成功，剩余震惊值1430。瞅瞅吧，诸位。是白米，而且是上等的白米。瞅瞅吧，诸位。是白米，而且是上等的白米。那是。公子糊涂呀！这些白米要是换成粗粮或者是富康，最起码能救全城灾民3日的性命。兄长说的对，舅舅，你快把他们换成福康吧。灾年讲活命，这我懂，可老子有系统，救人就得硬气。哦，换什么福康？换福康？那福康是给牲口吃的。我赵齐赈灾，灾民只吃白米。根本不懂灾民什么都肯吃，可再劝一句说他反悔，我就是全城的罪人。谨遵公子令。那行，没什么事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这些就交给你们了啊。系统，打开商城。这次进城主要是给家里置办东西，这布匹可以给老妈、老弟、老妹儿一人做件新衣服。可是晚上吃点什么呢？总不能顿顿吃肉吧？要不晚上涮个火锅？系统，我要购买火锅、蔬菜，还有布匹。本次消费230震惊值，剩余震惊值1200。Sky。对了，我施粥获得了一次抽奖的机会，我要看看能抽中什么。系统，我要抽。去！我要抽，不是抽我要抽奖。恭喜宿主完成首次施粥，奖励1次抽奖机会。恭喜宿主抽中特等奖。这巴掌没白，一抽就抽中特等奖了，是什么？特等奖奖励宿主武力值加10。武力？我有武力值了？可是，这什么是武力值啊？武力值加10意味着宿主可以以夷敌10。以夷敌10？
那么牛皮，那我再升级，岂不是可以当超人了 ？I am Superman。我回来了。阿菊，娘，快过来！大哥买了这么多好东西。哥，你哪来钱买这么多东西？钱当然是我从城里换的了。今天晚上咱们涮火锅。什么叫涮火锅呀？火锅呢是一种特别香的东西，你小心把舌头咬下来。娘，是绸子。哎呀，这不是粗布，这是绸缎呐！这还有3种颜色。哥，这肯定不少钱吧？这太糟蹋钱了，你拿去退了。退不了。这绸缎呢是我买来给咱们全家做新衣服的，每个人都有。有新衣裳穿了，太好了！有新衣裳穿了。嘿嘿，好了，先不说了，咱们先干饭，先涮火锅。哥，这生肉生菜的咋吃啊？咋吃？涮火锅当然是涮着吃。哥，这也太奢侈了吧！就是这个感觉。就是这个味道。你们愣着干嘛？吃啊！来，尝尝。哥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好吃吧？吃。哥，我活了这么久，还没见过这种吃法。城里人都这么吃吗？哼，古代哪来的火锅？别说城里，就算皇帝他也吃不到。这是21世纪最顶流的美食，没有之一。好吃。好吃。好吃吧，妈？以后好吃，咱们天天吃，换着花样吃。哥，咱们家要是按照这种吃法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这才刚开始，只要你们喜欢，咱们每天变着法的吃。钱的事我来解决。快吃，来。尝尝这个。来，哦，请。郑兄，刺史大人回信了，那头野猪送进去以后，龙颜大悦，这咱粮也批下来了，现下就进库了。大家就等着收银子吧。好，我这就回去，把粮价再翻1倍。粮价再翻1倍，那老百姓连糠都吃不起了。买不起就让他们饿着。咱们背后那可是刺史大人，谁敢吭声？谁敢斗咱们呢？还有一个好消息哦，刺史大人说了，说宫里面1个月都没沾荤腥了，3天内只要再送进去至少1头野猪，要是一次能送3头野猪，关盐的路子也就通了。哎呦，那就让安源接着折腾，1头野猪换1日施粥的机会，那安源还不拼了命的干？只要拿下了关盐的路子，不是
咱们兄弟3人就将成为大姐的首富了。恭喜哥哥，恭喜哥哥！老爷，出事了，县衙又开始施粥了，而且是白粥。什么？白粥？县衙又开始施粥了，而且是白粥。开他妈什么天大的玩笑！全县的粮都在咱们仨手上，拿水变了不成？多半是那安员作秀，拿昨天那锅米汤糊弄灾民，搭个破棚再熬一天。看来这粥还是熬得太稠了，赶明儿起大米再减量，就连糙米再省点。不是昨天那锅粥续的，是真的，是真正的白米粥，而且能立住筷子。放屁！这都什么年头了，还能有立着筷子的白米粥？你当我们仨是傻子吧？你他妈再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了你的嘴！老爷，小人不敢欺骗您，是真的，而且一口气搭了30个粥棚。什么30个？他哪来的那么多米啊？那肯定是偷了咱们的。安源这个狗官，竟敢动咱们的粮仓！吴管家，带人砸粥棚！快给他打点。大家都有，别着急啊，一个个来。赵公子，我们已经看了20个粥棚，不如到这处歇歇。正好，静静正在这里施粥，也好，看看静静，看看静静这边的情况。赵公子忙了一上午了，累了吧？快喝碗粥解解渴。静静啊，舅舅可是陪着赵公子转了一上午了，连碗粥都没混上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喽。舅舅，赵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噎着了。安县令，这是想撮合我的外甥女。不过别说这模样不比21世纪的明星差，要是换上空姐的制服，那才叫带劲儿。都给我滚！谁敢在这喝粥，打断你们的腿！走！走！都给我滚！谁敢喝这粥，打断你们的腿！去！白米粥还挺舍得，砸了！住手！这是咱民唯一活命的口粮。敢砸我的粥棚，你知道什么后果吗？你也配建粥棚？小杂种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安源这狗东西敢派你来偷我的粮仓，今儿个我不光砸粥棚，这帮灾民吃过的，我要他统统的吐出来。今儿个我不光砸粥棚，这帮灾民吃过的，我要他们统统吐出来。姓吴的，你敢？安县令，你可知偷我粮仓是何下场？今日之事，我必上报刺史大人，你就等着诛九族吧！偷你粮仓，姓吴的，我告诉你，从东街到西市，灾民碗里的每一粒米都是周公子捐的。安源，你撒谎也得动动脑子。这么浓的白粥，30处粥棚，至少也得1000斤白米。整个州县除了我们3大粮商，谁还有那么多粮食？更别说白米了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米是你的？证据？我早就派人去查粮仓了。等真相出来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哦，如果不是你们的，你又当如何？不是我的，今天所有的损失我双倍包圆儿。但是如果1粒米都是从我的仓里出来的，我让你们在座的所有人下地狱。一言为定。
绝不反悔。赵公子，你怎可拿这数十万灾民的性命做赌注？若你输了，我们可就是全县的罪人呢。安县令，你放心，我的每一粒都是干净的。舅舅，我相信赵公子的为人。就算这米真是偷的，公子也是为了全城百姓，大不了我一个人担下所有的罪责。好，本官信你。果真是州县的好父母官呐，拿着数万灾民的命给这个小子撑腰。我们相信赵公子，我们相信赵公子，我们相信赵公子，我们相信赵公子。不吃这白米粥，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他不是贼。好一群蠢话！我的人来了，今天你们统统为这愚蠢之徒死无葬身之地吧！查清楚了没有？是不是省了1000斤白米？老爷，我们的粮仓一粒米没少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我们的粮仓没被偷？是的，一粒米都没少。算你们走运，我们走。等等，让你们走了吗？愿赌服输。好嘞，小杂种，我没找你麻烦，你敢让我赔钱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！算什么东西，敢砸我的粥棚？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受罚。2000斤米，什么时候拿来？我就砸了你一个臭粥棚，你就让我赔1000万两？我赔，2000斤白米我赔，2000斤白米我赔，2000斤白米我给你。阿元，你听好了，此事是我的靠山，全县的粮仓都在我的手里。从今日起，全县封仓锁死，拿着几千万百姓的命和我赌这个赌，我挣大发了！赵公子，如果真的封仓断粮，几十万灾民就会被活活饿死，这赔偿我们不要了吧？是啊，赵公子，3大粮场长粮，他们都是有刺史撑腰的，要不就听舅舅的，别再逼他们了。这帮畜生，为了一己私欲，拿百姓的命做补偿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灾年灾民不如狗，粮在我的手里，他们的命就在我手里。我一句给他们活，我一句管他们死。不过嘛，我给你们个将功折罪的机会，3日内，你们只要能弄来3头野猪，我们就正常放粮。不过嘛，这粮价得翻倍，3天3头野猪不可能的事，粮食翻倍，你们这是要逼死百姓吗？怎么能这样？粮价可以不涨，但野猪的事儿，一只都不能少。 3头野猪能让这帮老狐狸松口？不对劲，除非野猪带来的利益更大。那我就用这3头野猪把你们的命根子粮仓连根拔起。绕了半天，你们就是想要野猪啊？野猪我有啊。你真有野猪？不信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。系统，能不能来1头野猪？按我的指令，现在从那边走过来。可以兑换听令活兽1头野猪，需消耗震惊值500，是否立即执行？500就500，兑换。野猪兑换成功，已锁定方向，10秒内抵达战场。怎么不动啊？不会是吹牛吹到脑袋进水了吧？站在那儿装神弄鬼，真把自己当成天降神仙了？你真以为野猪那么好猎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3个呀早就发财了。不信什么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，那是什么？真的是野猪，真的是野猪！野猪哪来的？抓住那只野猪！这小子疯了！如果野猪撞死他，省得我们动手了。畜生，还等什么？快！舅舅，他居然能让野猪听他的话？放屁！分明是这野猪瞎了眼，真当这小子是神仙呢！死的真是时候，不过还差2日。
来人啊，把那野猪给我抬走！哼，安源，3天3头野猪，你还差我2头，等你的好消息。谁敢动我的野猪？我不仅敢动你的猪，我要钱有钱，要权有权，弄死你跟弄死一只蚂蚁没两样，是吗？那你动一个试试。今日若不拿你开刀，整个州县谁还把我放在眼里？吴管家，招人！老爷，我今日要见血！是。舅舅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，不能让他处于危险之中。老东西，你觉得是你的人倒得快，还是这野猪进灾民嘴里更快？你敢！这小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呀！那钱都买不来的野猪肉，若是真让他分给了灾民，刺史那边我们怎么交代呀？你说，怎么才能把野猪给我？想拿野猪，那我们就来打个赌。赌什么？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在这州县县衙的大门口，全县7镇13乡，所有的灾民未来3日的粥，我全包了。如果我做不到，3头野猪归你们，我也任你们处置。但如果你们输了，你们3大粮商所有的粮仓都归我。赵公子，这次赌约太凶险，全县7镇13乡，3日连开粥棚，1日就是1万斤粮，这3日至少3万斤粮，你去哪弄那么多粮食啊？是啊，赵公子，为了一只野猪把命搭上，不值得呀。没想到还真有傻子往圈里跳。3头野猪到手，那沿路可就打通了。不过在赌之前，这一头必须留在这儿，以防止他呀耍无赖。嘿嘿嘿，赵启，你有胆，敢撼动我们3大粮商，这赌局我应了。不过今日这头猪我必须得带走，否则免谈。果然上钩了。想带走可以，但是你们要立下字据。想带走可以，但是你们要立下字据。那个，咱们呀跟他签，但是必须要有条件。粥棚的米必须得用白米，另外粥不能稀了，必须筷子插进去而不能倒。就连咱们纯纯的白米也就剩下30担。他敢硬，哼，就是死路一条。3日赈灾，只许白米粥，并且每碗粥的筷子能立起来。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们3家签字立据。没问题。赵公子，是他们给你挖坑，你别跳。你放心，没事。这破地儿就是县衙？公子，你还有心情管这衙门破不破？你今日就不该冲动跟3大粮商赌命。这里是一些盘缠，你赶紧拿着逃命吧。逃什么呀？我拿一头野猪换了3大粮商所有的粮，这稳赚不赔啊！有什么可逃啊？3天要3万斤白米，灾荒3年颗粒无收，3大粮商早就把白米的市价抬上天了。就算你有银票，3大粮商也会想办法阻止你购买白米的。是啊。你们只管负责搭建粥棚，米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舅舅，咱们叫上兄长，带上衙役，去各乡镇搭建粥棚吧。走，快去！恭喜宿主施粥成功，解锁1次抽奖机会，今日震惊1万人，获得震惊值10万。这震惊值10万了？这就震惊值10万了？若是再一次性购买3万斤白米，肯定会被怀疑。还是先购买1万斤吧。宿主，
是否立即抽奖？先不着急，先帮我兑换1万斤大米。一帮宿主选定白米1万斤，消耗震惊值2万，剩余震惊值80700。佳佳，你怎么也跟着赵公子发疯啊？明明知道这场赌局是个死局，还调走所有的衙役，你真的打算去打周鹏了？阿妹，你别为感情冲昏了头。你要知道，这10万灾民，一旦周鹏搭下去没米的话，会引起民乱的。你们都误会了，赵公子啊，他最要面子，他这么好强，我们假装去搭周鹏，他自会悄悄离开。你的意思是，这赵公子本来就要走，只是碍于面子。有人骂我？这赵公子啊，就是性子太倔。舅舅原本盼着你们能有个好结果，可如今他又得罪了3大梁生，他今日若不走，3日后这3大梁生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我们在一起不重要，他平安就好。时候不早了，他应该已经走了，咱们也赶紧回去吧。走吧。这10万个人，我每天就能获得100万震惊值，赚麻了，赢麻了呀！对了，静初他们跑前跑后跟我忙了这么多天，今天晚上得请他们吃顿好的。这大热天的，系统，给我整点小烧烤，冰啤酒。烧烤3人套餐300震惊值，5人套餐500震惊值，10人套餐1000震惊值。哥不差钱，直接10人套餐。烧烤10人套餐需要消耗震惊值1000点，购买吗？购买。烧烤10人套餐已购买。可以呀，这个啊。公子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哎，你们这么快？周鹏见完了？我这米还没给你们呢，我走什么呀？舅舅，是白米，1万斤，真的是白米。赵公子，你真的愿意无偿捐出这些白米，救我周县10万百姓？哎呀，我赵琦说话呢，从不打折。这些米够解明日之需了，剩下的2万斤会陆续送来。等我明天把3大粮商手里的米拿过来之后，这百姓短期内就不会再缺米了。10几万条米，您一人就担了，这种大恩，州县上下世世代代铭记。哎，您起来，您怎么又跪？您起来，静初、灵川，哎呀，你们也起来。您说您跟我妈一般年纪，您老跟我跪下，这多折寿啊！您要再跪，我以后躲着你了。哎，不骄不躁，礼数周全，心怀百姓，这等气度，恐怕只有皇族世家才能养得出。静静若能在他身边做妾，薛家都得上香谢祖宗。赵公子，不如今晚就留在府中歇歇，我这就派人运米搭周棚。哎，先不急，都饿了吧？咱们一块儿把这些东西搬到这边，晚上我亲自给你们下厨。那怎么行？公子，做饭是女子家的事情，你不能做的。谁说的？谁说做饭是女子家的事情？这男女平等。就像我在家就经常给我娘、我弟、我妹他们做饭，这烟火气才是家的温度。别傻站着了，搭把手啊！林川，快！哎，你是我的小呀小烧烤，
公子，你这是做甚？这叫 BBQ， 也叫烧烤。这可是夜市的一哥，可是夏天的灵魂。冰镇啤酒小烧烤，神仙来了换不了。你们愣着干嘛？快吃啊！这都好了。啊，哎，按下令。哇，这也太香了！好吃哎！好吃，你就敞开肚皮使劲吃，别客气。老小万万没想到啊，这灾荒之年还能吃到这样的美味。安小玲，你要是喜欢呢，以后咱们就天天吃，顿顿吃。这可是肉，哪能天天吃啊？这可是肉，哪能天天吃啊？能，你再尝尝这个。不可，公子，如今3年灾害，民不聊生，这般吃法太奢侈，太浪费。若是我等在府中如此享用，与那些贪官污吏奸商吸血，有何区别？哎，谁要是敢这么说，那这全县10万百姓的命就让他来扛。但是，咱们在照顾好百姓之前，得先照顾好自己。来，咱们干杯！啊，看好了啊！来 ，Cheers！ 这酒它咬我舌头。郑兄、冯兄，我已经放出风声，明日县衙就要施粥，到时灾民扑口，暴乱自来，他们就会明白，跟我们3大粮商作对是何下场。外边我也早安排妥了，这方圆100里不会有一家粮商卖米给他们。这姓赵的敢拿白粥喂灾民，那肯定是个肥羊了。等他明儿揭不开锅，咱就要了他的命，掏空他全家的银库。好，系统，我要抽奖。恭喜宿主完成施粥任务，奖励1次抽奖机会。走你！恭喜宿主抽中至尊奖。至尊奖？这昨天特等奖是武力值，那这至尊奖我还不得起飞了？至尊奖限量版空姐制服1套，含黑丝高跟鞋。啊？哎，不是，你逗我玩呢你？啊？这什么？什么？空姐服、高跟鞋，还有黑丝袜？不是，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如果静初那丫头愿意。静初，你这是？是舅舅，他让我伺候赵公子歇息。静初，你这是？是舅舅，他让我伺候赵公子歇息。韩元那老小子，这是要把外甥女送给我当老婆？赵公子，嫌弃妾身？不，其实我早就……啊，那公子收了妾身吧，哪怕是给你做妾，我也愿意。做什么妾啊？我赵琦要娶的女人必须得是正妻。正妻？
那公子今夜可愿意收我？系统刚送来制服，人就自己送上门了，这不是缘分，这是天命。来，景初，把战袍换上。公子，这身衣服太羞人了，妾身还是换回来吧。不，别换，就这身，就是这套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要的就是制服诱惑。啊不，你穿成这样，那才叫惊艳。原来我赵琦21世纪穷屌丝一名，没想到穿越到古代，竟然有天仙美人香艳制服。系统这一波我服了。公子，你真是坏透了。还能更坏。一呀一个梨呀，梨个桃花开呀！吴兄，出大事了！全县7镇13乡今晨同时开州。你说什么？7镇13乡全部开州？你说什么？7镇13乡全部开州？阿元不可能有粮啊！肯定是赵琦那小子，昨日才封他2路，他竟还能调出1万斤白米来。哼，他既然能调到粮，就让他发不出去。吴管家，传我命令，立刻通知周边山海，一旦发现运粮队，格杀勿论。是。没粮，看他明日怎么施招啊！吴兄这招高啊！恭喜宿主震惊5000人，获得震惊值5万。恭喜宿主震惊1万人，获得震惊值10万。安源这小子还挺靠谱，这么早就给我加了那么多震惊值。真没想到古代的姑娘竟有这般的生猛，折腾我一夜，她倒是精神抖擞，一早就去施粥救灾去了。不行，这一宿没回去，我娘该担心了。不过走之前得把后2日的米兑换。哎，系统，我要兑换2万斤白米。收到，2万斤白米已兑换。这一下放心了。回去。今日给全县施粥救灾的是一位叫赵琦的公子。哼，从今儿起，我们全县的老百姓都有饭吃了。同样都是叫赵琦，可赵婶你家赵琦就是个吃独食的白眼狼。听说昨晚一夜未归呀，说不准哦，是缺德事儿做多了，死外边了吧？你不许诅咒我哥，我哥不会有事的。当初你哥打了羊肉，连个骨头都不舍得分，现在你们一家要来求粥，痴心妄想。听好了，粥棚归我表哥管。谁要是让赵家敢踏进去一步，全村人都得饿着。
好大的口气！我倒要看看是谁不让我赵家人喝粥。哥，你回来了！李秀芳，你看呢？没错，不给我分肉。行，那你们一家人就别想喝我表哥一口粥。你表哥？我告诉你，全县的米都是老子给施的。全县的米都是老子给施的，凭什么你说了算？你摆谱也得有家底吧？不要以为你之前去打猎弄了点东西，真以为你自己是个人物了。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，能填饱全县人的肚子，咱们全村还能饿成这样？赵琪，你连赵公子的一根脚趾都不配，你竟还敢冒名顶替，找死吧你！配不配？等你们明天去了粥棚，自然会知道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他要是真去了粥棚，为了赵公子的名声，那咱们全村人的饭碗都得砸呀！就是想要喝粥的，就给我盯紧赵家，谁让他们踏出院子一步，谁就是砸了大家的饭碗。秀芳，你放心，明天呢，他们别说吃粥了，哼，连这个门啊都出不去。说完了吗？赶紧滚！别脏了我家的院子。赵琪，从今往后，赵家要是能领到1粒米粥，我李子倒过来写。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快走啊！走，快点，快！哥，你这下真的把李秀芳惹毛了。以后村里的粥棚，咱们别想踏进去半步。儿啊，娘知道你心高气傲，可那赵公子是全村的恩人呐，咱不能跟他作对，别再乱说了啊！娘，慧兰，哎呀，你们就别操心了，明天去了米棚，就都真相大白了。你还逞强，别说是周鹏，就李秀芳那张破嘴一喊，恐怕咱们现在连门都出不去。娘，算了，去不了就去不了吧，反正哥买那么多东西，李秀芳不给咱们粥喝，咱们也不稀罕。哎呀，好了，咱们先不说这个，我又买了可多好吃的，咱们先吃饭。也行。又可以吃东西了。走。走吧，娘，走吧，小虎。哎，那先吃饭，走。都怪这赵七一家，要不是为了看着他们，我还能在这多喝2碗粥呢。行了，让你溜去半个时辰，你还不知足？别叨叨，我去给他们送碗粥去。说到底，赵七以前还请咱们全村人吃过羊肉呢，真让他们饿死，咱心里过得去啊。行，那你快去吧。这年头自己都吃不饱，还想着别人，净瞎操心。不好了，赵家没人啊！家里不缺这点粮食，但是得来巡查一番，看看百姓都吃饱没，以防给我的震惊值少收了。阿姐，等会儿我们是不是也能喝到热腾腾的米粥了？还是个机灵，趁王麻子打粥时溜出来，等他发现咱们已经吃饱喝足了。哎，表哥，累了吧？不如歇歇，我来帮你打会儿粥。小亮马上就来了，我得露露脸，一边待着，别添乱。哎呦，表哥，连县令都能见得上，你也太厉害了。大家都抱碗，你抱个盆儿。哎呦，秀芳，我家人口多，给我多打点呗。表哥，那个他平时跟我关系挺好的，你给他多打点。行。哎呀，秀芳，你放心，以后在村里啊，你说1，我绝不说2。哎呀，赵琪，你冒充赵公子，还敢跑来粥棚讨饭，你好大的狗胆！谁敢冒充赵公子，活的不带喊了！谁敢冒充赵公子，活的不带喊了！哎，表哥，昨天就是他冒充赵公子，我早就吩咐村民把他们看住了，别让他们出来捣乱。
没想到这几个贱人居然自己跑出来了。哼，敢冒充恩人，简直找死！滚！不要脸的东西！就是。诸位，我好心给全县示众，你们信了这个毒妇的挑唆，还骂我。这周棚明明是赵公子设的，表哥，你看他冒名顶替，还蹬鼻子上脸。一会儿县太爷来了，把这个假货给捆过去，保不齐还能换个官衔呢。还是表妹你想的周到。来人啊，把这个冒充赵公子的东西给我拿下！哼，抓住他们！动作快的，一周管够。我劝你们放开我，否则一会儿等安源来了，让你们……你也配替安县令名讳？你们一家不是想喝粥吗？我成全你。你也配替安县令名讳？你们一家不是想喝粥吗？我成全你。这荒年，你们竟然浪费粮食！糟蹋，不是赏饭。来人啊，让他们把地上的粥给我舔干净。舔干净。虽然我能解决他们这些人，但保不齐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对我妈和弟妹下黑手。我得撑到安源他们过来。放开我！我就是你们口中的恩人，赵齐。赵齐，你以为就一个名字就能冒充赵公子？你要真是那个救了全县人的赵公子，会像条狗一样的来这里讨饭？哼，别装了，你们一家人就是一窝乞丐。儿啊，别说了，赵公子就是菩萨显灵，咱惹不起。娘，我相信大哥，他不会骗我们的。你相信你大哥是赵公子？好啊，我就看着这个赵公子怎么收拾我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谁不让他们把地上的粥舔干净，明天全村断粮。断粮？这可不行！对呀，舔吧你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县令大人，我是此处负责施粥的，我叫任芳。我们刚抓住一个冒充赵公子的贼人，正准备就地出身。县太爷，我表哥说的没错，这个人满口狂言，还敢污蔑大人您的威名，我们大家都可以作证的。对，我们都听到了，都听到了。舅舅，赵公子可是救济全县百姓的英雄，要是有人冒充他，一定要严惩不贷。薛小姐都开口了，这回我立功有望，飞黄腾达指日可待。静初，你要严惩谁？你要不要好好看看我试试？狗东西，你敢调戏县大爷的外甥女儿，你这条命不想要了！哎呀，县令大人打我，肯定是这杂种最近得罪了薛小姐。你说他是谁？他就是冒充赵公子那个狗贼，草包一个。表哥，消了你的狗眼！表哥，还不放手！赵公子，赵公子，赵公子啊！赵齐，就是赵公子啊！这不可能，他就是我们全村的一个混子，怎么可能是全县的恩人？县令大人，您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呀！你是在教本官如何断案吗？娘，大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娘也不知道啊。县令大人，请您明鉴，他亲娘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他肯定就是冒充的呀！你给我闭嘴！县令大人都认了，你还在这叫唤？你个毒妇，老子就是被你害死的！大哥，他们说你是救了全县的大英雄，真的是你吗？哥只是拿了些粮食，随便给他们吃一吃，也不算什么大英雄。阿姐，娘，听见了没？大哥不会骗我们的，他就是救了我们全县的大英雄。是，我儿真的有出息了。
赵公子受辱，是本官失职，此事必查到底，严惩不贷。赵公子受辱，是本官失职，此事必查到底，严惩不贷。赵爷饶命啊！都是这个贱人的主意，我也是被逼的。赵齐，咱们好歹是一个村的，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放？那你们刚才让我家人把地上的粥舔干净的时候，怎么就不说放了呢？有你们这种人在，挨饿的永远是百姓。来人，将这2个草包抓回去，在后一并论罪。赵齐，赵爷饶命啊！赵齐饶命！赵爷饶命！赵爷饶命啊！一群废物！山匪抢了那么多粮，赵齐安远还有命施粥，我养你们何用啊？五兄，我刚得悉，他们的粮根本没被抢，山匪抢的不是他们的，不是他们的。那2天湿了，2万斤白米是从哪儿来的？凭空下凡那么长？唯一的可能，那些粮他们就藏在州县的县衙内，根本就不需要外援。明日是最后一日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再吃半碗粥。既然粮食藏在县衙，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，一把火烧了县衙。好！赵公子，你简直是神人呐！今日听说吴员外要抢你买的粮，不过他怎么知道你们买的粮就在县衙？他抢的不过是其他粮上的货。安县令，等明日我们赢了赌约，把3大粮上的粮拿到手，这样百姓才算真正过上好日子。赵公子还叫我安县令啊？你和静静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在荒之年虽然没有机会举办婚礼，但是不是也该改口了？舅舅，这就对了吗？这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既然答应要娶静静，就一定会为她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。等忙完这战，我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。恭喜宿主震惊全县10万百姓，获得震惊值100万。每天100万的震惊值，等我收拾完吴员外他们，再以赈灾之名帮助百姓建立家园，或许能把这州县打造成21世纪的现代化城市，让人人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恭喜宿主完成施粥任务，获得抽奖1次，是否抽奖？立即抽奖！恭喜宿主抽中特等奖。上次特等奖给了我武力值，这次应该不会差。恭喜宿主获得紧急预言1次，今晚3更时分，吴员外大人火烧县衙。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今晚3更，吴员外要带人火烧县衙。相公，你怎么知道？总不能说是系统刚抽奖预言的吧？之前我的探子告诉我的。如此行径，也是公开造反。因为3大粮商他们没得选，等明日一败，他们将身败名裂。届时，他们人财两空，他们只有这一条生路。 3大粮商盘踞州县多年，吴员外勾结山匪，若他真的放火烧粮，我们如何防得住？舅舅，他们要烧的可是全县10万百姓的救命之粮。这样，我们派人告诉各村，让他们征集人手，就说这吴员外今晚3更来放火烧粮，到时候我们给他来个瓮中捉鳖。安远，今日我不光要烧了你的这灾粮，我还要让你们葬身火海！都杀！你们怎么想放火烧粮，
你烧一个我看看。勾结山匪，纵火害民，事关谋反。吴员外，你这是在造反呢！烧我们救命粮的人活不过今晚，烧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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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完了。拿下！明日午时，斩立决！你动不了我！我背后是刺史大人，刺史大人知道了，你们都得死！管你背后是谁！来人，拿下！你动不了我！赵启，今晚虽擒住了吴员外，可冯正二人未动。明日若是请来了刺史，事情恐怕要翻天了。怕什么？如今可是灾年，他刺史手里也没有粮。若我能让泉州的百姓吃饱，就算他是刺史，也不会为了3个狗腿子跟我作对。来，老爷。郑兄，郑兄！哎呀，干什么着急忙慌的？郑兄，大事不好了！吴员外放火未遂，被那安远当场抓获，明日午时就要斩首了吗？啊？什么？问斩？明日10周后，那赵齐和安元必然会来抢你我的粮仓，再不自救，你我就是下一个被斩头的。哥哥，眼下又有谁能救咱们呀？只有刺史，立刻动身，连夜去求他。好，去走。呸！你们这群贱民，等老爷我脱身，让你们吃土吃到吐！哼，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，谁给你的胆子威胁百姓？安远，你若敢杀我，刺史大人一定将你们满门抄斩。那我就趁他未到，先斩了你。斩立决！53刻还未到，你怎么敢？斩！刀下留人！刺史大人亲临，安元赵齐还不跪下来认罪？我就说过，你们杀不了我，杀不了我！杀得好！杀得好！杀得好！赵齐，你竟敢当着刺史大人的面杀人！无非他是罪有应得，放火烧粮，欲断民路，他罪该万死。我杀他是替天行道。还有你们俩，输了赌约，今日我就派人接管你们手中的粮仓。你放肆！刺史大人在此，你这还敢杀人夺粮？大人明镜啊！赵齐安元互相勾结，在州县横行霸道啊！此番还敢当着您的面当街行刑，意图谋我们的产业的。大人，请您为小民做主啊！大人，你们两个那么会演戏，要不去当演员？刺史大人，你这次来是为这个草菅人命之人鸣冤，还是说你跟他们本就是一伙的？还是说你跟他们本就是一伙的？放肆！你一介刁民，竟敢质疑本官！我是替全县百姓问，有何不可？哼！无非他纵然有罪，也有上府审判。倒是你，谁给你的胆子，在这儿私设刑场，乱斩皇上？好吗？一个小小的7品芝麻官，你觉得他能保得了你？刺史大人，此事均由下官一人主张。赵齐只是奉命行事，若有罪，罪在下官一人。罪你一人？啊？你可知道他们对朝廷有多重要啊？皇城断肉多日，是3大粮商掉肉解困，而如今
他们已经变成了皇商的臣后，是你们乱斩皇商，证据确凿，罪及九族。2头野猪就能被封皇商，就能鱼肉百姓横行乡里？那我若是有100头、1000头野猪，是不是可以要你的命？2头野猪就能被封皇商，就能鱼肉百姓横行乡里？那我若是有100头、1000头野猪，是不是可以要你的命？大胆刁民，竟敢对刺史大人无礼！来人，拖出去斩了！刺史大人，赵齐可是救了整个州县，他是10万百姓的恩人啊，您不能杀他。大人，赵齐是我们的大恩人，不能杀他呀！不能杀他呀！不能杀呀！大人，放肆！要造反吗？啊！他当众侮辱朝廷命官，罪无可恕。不过，看在他让你们吃饱的份上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赵齐，本官不要你1000头野猪，只需你今日献上3头，本官便恕你无罪。野猪，我们把这周围都搜遍了，1头都没有。赵齐，今天你插翅难逃。舅舅，他们这分明是不想给赵齐活路啊！如今抓1头野猪都难，更别说3头了。今日我们是走不出去了。今日我们是走不出去了。不就是3头野猪吗？我现在就给，等我一会。系统，现在给我兑换3头野猪，目标就是他们仨，给我撞死他们！收到，消耗震惊值1500，3头听令野猪已部署，10秒内爆冲刑场。不就是3头野猪吗？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，看看那是什么！猪！大人，舅舅，他竟然能御兽！不是，大人，我现在就找人杀了他！我看该死的人是你！该死的人是你！大人，大人！哎呀，赵公子乃神人也，本官愚钝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哼，好说，只要你杀了这2个，这3头野猪归你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大人不可呀，他能，我也能。求大人给个机会呀，大人！大人，我有万贯家产，愿如数奉上。我能猎10头野猪，10头。晚了，你们跟我签订了生死赌约，而你们已经输了。你们现在一无所有。假的，大人，假的！哼！愿赌服输。赵公子是在救人，我们却在这里搬弄是非。来人呐，拖下去，斩了！大人，饶命啊！大人，饶命啊！大人，饶命啊！你能杀他们2个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我赵齐说到做到，这3头野猪归你了。不仅如此，你辖区内100万百姓的粥棚，我赵齐扛了。赵公子圣明，刺史大人的管辖有100万灾民啊！100万？这100万灾民，我手里这点震惊值，恐怕只能撑1天。哎呀，我要挺过这一天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刺史大人，赵齐只是一腔热血，心直口快，还请刺史大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哼，无妨。赵公子连野猪都能驯服，倘若每月按时送来3头野猪，本官自然不会为难于他。恭喜宿主10周5次，获得神秘大礼包1份，是否立即开启？开！
恭喜宿主获得施粥百万灾民一次性权限。警告：若百姓养成惰性，系统将强制销毁。不错，光靠我喂饭喂不活一个国家，不能白吃饭，就让所有人动活才行。我赵齐呢，言出必践。我说了，你辖区内100万百姓的粮，我赵齐包了。但是这饭他们不能白吃，他们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，要以工代赈。以工代赈，他竟然能想到这个。以工代赈，妙啊，妙啊！这下我大钱的百姓就有救了。赵公子大才，待日后灾情平定，下官必定上禀天庭，为你请功加爵。姑子来抓我呀！小样，你看我抓你！我看见你了，你给我过来吧你！这边，淘气，回我！被我抓住了吧？快让我嘴！哎呀，县太爷，1年的时间就让你大钱脱了灾，还翻新成了天堂，连女帝都要封你做丞相，你竟然推了！这当丞相有什么意思？我要把州县打造成21世纪最国际化的县城，村头有烧烤，村里有 WiFi， 这不香吗？老爷说的对，咱州县路修的比脸都光，茅厕屋里不臭，冬天还能种菜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，哪像外面那些破地方，跟咱们州县比，简直就是猪圈。老爷最厉害的是脑子里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奶茶、智能手环，连梦里都没有呢。这才刚开始，等着吧，3年。我要让州县起飞，听没听过飞机、高铁，还有什么电动汽车、无人机？3年之内一一落实，这多滋润呢！我要让那女帝都羡慕我这州县。老爷真是天才，不过说正事，今天可是你和薛小姐的大婚之日，你却搁这儿跟我们玩躲猫猫。不怕他冲进来削你啊？想让我参加婚礼，他得跪着求我。赵齐，大婚在即，你竟敢还在这里寻欢？我没有，我说我要去，是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去，我还跟他们着急了呢。赵齐，胆子肥了是吧？还要我求着你拜堂，赶紧给我成亲！啊，我求你，怎么能让你求我呢？谁敢拦我？我跟谁急？